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肩胛骨缝缝里面发酸，而且这个酸啊是很深很深的这种酸，有的时候它酸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拿自己的手啊，拿一个小锤子啊，用力的去敲一敲。如果你的肩胛骨活动起来，经常感觉酸，而且呢，你的肩膀的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咯噔咯噔的声音，那么今天我教给你两个动作，一个是运动的方法，一个是解开这把锁的方法。这两者你把它结合起来去做，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出来。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呢，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我担心大家如果一划走这个视频啊，找不到了，或者是以后再想看啊这些细节的问题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那么接下来我会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肩胛骨的锁在哪里。这个锁其实藏得很深，一般人如果没有指点的话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找起来的话也非常简单。我把眼镜下掉，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把手啊去摸着我们的后脑勺，就这样去摸着它。然后你用另一个手，比如说我的左侧肩胛骨内侧缝缝里面酸，我就拿出我的左手摸着后脑勺，右手就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以后呢，我们把手臂来回上下的去这么动，上下动，你慢慢的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会跳出来一个硬硬的一个小骨头去顶着你的手，你自己感受一下啊。有一个东西会跳出来，如果你感受不强烈的话，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往里面压一压，跟它做一做对抗，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在跳出来顶你的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一个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当它往外去活动展开的时候，我们手斜入45度的一个角度，像这样啊，你看这个角度斜着往内去探入进去，你看往里面去一摁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手能包住这块这个肩胛骨的这个肌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背阔肌，如果你手能这么包住的话，你大拇指点的位置刚刚好就是我们这个锁的位置。如果说你这个手啊包不住的话，你就斜着用你的手这么点入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点，但是一定要记得你的手要抬得高高的，如果你的手不抬，像这样或者像这样抬不上去，那么这个地方你就点不到它了，它就藏起来了。我们把手点高，用你的手把它包住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包住了以后，大拇指就这么转，顺着我们这个里面转，从上转到下，大约是1指的长度，从我们的上面慢慢的转下来走上一个3到5遍，你自己去感受。有的朋友一做就开始龇牙咧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很多人是关着的。什么叫关着的？开关开了就通了，关着呢它就是堵着了。所以呢，我们从上到下走上个3到5遍基本上这里就通了。通了以后，你活动肩膀，你哪里都没碰，你只碰了这一个点，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但是你记住有很多朋友他这手是摸不到这儿的，因为他经常这个地方打不开，所以呢他只能够用这个4个手指去探着里面。当你探着里面以后，一样的就这么转就行了，一定要记住斜着进去就这么探着转就行了从上到下大约1指的长度。当你这里解开了以后，活动肩膀，明显的感觉这个动作做完以后让你轻松了。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动作。以后呢，每周你做上一个3到5次就行。紧接着我要教大家怎么去锻炼光去做还不够的，还要去锻炼。怎么去锻炼呢？就是夹脊、夹背。怎么去夹？把你的4个手指握住，这叫握固。握固了以后，顶在我们的腋下顶在我们的腋下，然后这么去绕的时候，把头看上天空，或者你闭着眼睛慢慢的去绕。一定要记住，这就像拧螺丝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你看往后绕，你别往前绕，这就绕反了。往后绕的前半程的时候没有关系，然后在后面手一定要去夹着，像蝴蝶一样往后夹着，这么一绕下来，这个后半程就要缓慢，前半程快一些，后半程慢一些，就这么去做。每天做上一个20下
到30下，做完以后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松了啊。这2个动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的一个解法和包括后面的一个运动方法，大家结合在一起去做，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就知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大伟讲的好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给他点一个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大伟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古话说的非常好啊，叫做千寒易去，一湿难除。一个人如果被湿气缠上了以后啊，那将会非常麻烦，它就像粘在你身上一样，想把它请走啊，将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咱们有很多粉丝们朋友们啊，一被缠着5年、10年、15年的都有啊，大有人在。而且只要被缠着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糟心，比如说浑身重啊，没有力气啊。而且有的朋友啊，被缠上了以后还会出现什么呢？它会聚着我们的脾胃，影响到它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舌头发白，两侧啊因为湿气啊重，它泡在水里，它就两侧有齿痕，舌苔上面啊白白的，而且变厚变大。那么下面呢，我们的口子上厕所出来的黏黏的、稠稠的，经常粘在马桶上面，而且呢味道大，这个颜色重，很多朋友一看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湿气。而且你记住一点啊，这个湿气呢，它是无形的，到处乱跑，喜欢往下去走。如果说它聚在某一个地方不走了，它就会聚多成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这里啊一团肉鼓鼓囊囊的，或者大腿上面啊一团肉白白泡泡的，摸起来以后啊就感觉啊非常的软绵，就像海绵一样，这些都是堵着的点。而湿气呢，它也会和很多东西狼狈为奸，比如说它聚多了成痰，往下走，如果遇到了这个咱们讲寒从脚起嘛，遇到了这个寒，它们俩又会混在一起，变成了寒湿之气。这种气如果说堵在了我们的比如说这个膝部啊，或者我们的肘部啊，或者我们的肩部啊，它留在这儿了，你就会在这个秋冬之际啊，有一种往里面钻的很深层的发酸的感觉。这种啊都是湿气带来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你长期被湿气缠身，你整个身体啊就很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很多朋友啊，像很多粉丝朋友们尝试了各种各样方法，什么八珍糕啊，包括薏米水啊，他都天天喝，喝完以后啊，也没见到什么这好转。在夏天的时候啊，更是晒着太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这就慢慢的他就失去了这种抵抗之力，也没有这个精力啊跟他折腾了，就这样吧一般都是这样的心理。所以呢，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就来帮大家解开这个疑团。湿气重的人，咱们一定要记住为什么你感觉难以去除？因为你的方法用的并不对。咱们说祛湿不能只看湿气的本身，你得看它的一个对头，它是一个像我们身体讲究是一个平衡。那么有湿气的话，它就有对头，对头是什么？就是你的阳。一般来说，湿气重则阳气它就会散，湿气遮天蔽日，挡住了阳光。而阳气足呢，湿气慢慢的就会消散而去，因为阳光太足了，湿气它就灰溜溜的跑到了。很多人只是着眼于祛湿，而没有提高自身的一个阳气，这就会导致阳气很弱。即便你短暂的把湿气用一些方法短暂的去走以后，它依然会慢慢的冒出来。因为湿气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不断产生的，只不过说有的人他会聚在体内，因为阳弱，而有的人他能排走。那么说到排走的话，我们一定要讲一个地方是哪里，就是足底的涌泉。古语当中讲过这么一句话，叫做湿气喜聚足底，因为重嘛，沉在脚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散，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了涌泉的重要之性。所以接下来如果说你被湿气缠着5年10年的，你和我用一样的方法，这个方法你用完以后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拿出来给大家，叫做什么？叫做扶阳七君子。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这是我们湿门当中的，你在市面上面是找不到的。而且这盒南湿足贴帮助了咱们很多粉丝家人们赶跑了这种顽固的湿气，有的被缠着5年10年的，用完以后都竖大拇指。你看一下上面写着扶阳七君子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就这么7样，你听属性就能听得出来，它组成了这么一小包贴片这个贴片是贴在足底的涌
泉之上的。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把它贴在足底涌泉之上，左右脚都要去贴，睡醒了以后把它一撕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其实说起这盒蓝氏足贴啊，我自己是非常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呢？有一段时间啊，我自己感觉我身上啊这个湿气啊上来了。我尝试着喝了这个薏米水啊，包括吃八珍糕啊，这个湿气一重，它缠着脾胃，这个地方就感觉胀胀的啊，感觉意义不大。然后呢，我就停止了。那段时间我就感觉特别的疲劳，每天就一个字，感觉特别的累，特别的重，特别的乏，整个人什么事都不想做，而且特别的懒，就躺在床上一天，你睡8个小时啊，你都不够，你非要在床上歪来歪去10个小时，你才感觉到这个稍微好一些。起来了以后，头上也像压着大石头，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后来呢，我想到了我们师门当中有蓝氏足贴，好不容易找我的师兄啊给我发了一些过来，然后我就把它贴在我的脚底的涌泉之上。第一天我撕下来的时候，我自己啊都惊呆了，这个上面啊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这是什么？这些都是藏在脚底的湿啊。而且随着我每天贴每天撕，会发现上面的这个颜色啊变得越来越浅了，这是为什么呢？证明湿气啊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回应起了我们之前讲的那句话，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当你的湿气少了以后，你的阳自然而然从底下就升上来了，它升上来了以后，那么这些湿气慢慢就开始消散，被赶在脚底，从我们的涌泉当中出来。我用了这个蓝氏足贴，我大概去用了一个30多天，然后我脚底上面就干干净净的撕下来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些污渍。而且呢，我用完这个方法以后，我还把它分享给了很多粉丝、家人朋友们，老粉丝们都知道，有的朋友啊就到我这里啊去要了这些蓝氏足贴，用完以后啊都竖大拇指，还给我发照片，一个个撕下来以后啊真的是惨不忍睹。你记住啊，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天地之间它的阳气啊是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利用这个季节，然后把我们脚底的涌泉口给打开，就贴上这个蓝氏足贴。你记住，方法用对了，有的时候啊这个湿气啊真的并没有那么想象的这么难。所以呢，这个蓝氏足贴我把它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橱窗，直接获取。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过了今年的夏天，可能就要到明年的夏天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揉腹这个动作啊很常见，咱们很多朋友啊喜欢在饭后的时候把自己的肚子啊揉一揉，但是你知道吗？道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咱们只要像我这样坐着啊都不动，然后去进行一个揉腹。当然这个揉腹啊和我们饭后的揉腹不一样，只要进行一个99下的揉腹，你会发现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都会发热，有的朋友啊还会出汗，这种感觉啊是非常的酣畅淋漓的，非常的舒服的。你们只要把这个动作学会，每天把它当成运动一样去做99下，你自己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道家来说的话有2种方法啊，一种叫小揉腹法，这种揉腹法呢，它其实里面是带劲的啊，手是这么转的，而且它要往内压，这个是我们常见于饭后的。而运动方法呢叫做大揉腹法，它更重要的是灵活我们整个身躯，而且同时能增加我们里面内部5什么6什么的在一起的摩擦，让里面变得更加的和谐。那么今天呢，我来把这个大揉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感觉做得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呢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或者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接着呢，我们来一起看内容。那首先大揉腹法怎么去做，我们一定要找好定位。就是很多朋友啊去做的时候，一个是不知道方向，一个是不知道它的一个幅度。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右下方，也就是说我们的右侧下方，双手这么放好。放好了以后，慢慢的我们先学会它的一个运转方式，叫做右伸到左，左降啊，就这么回来。这是一个大揉腹法，但是它不完全。我们在做的时候，先把手贴在上面，这么转几圈，逐渐的，慢慢的，我们加大幅度。你看，我的身体也开始转动。手在往上的时候，肩膀往上提到你的顶端。再往下的时候，你看左下啊，就这么放下来，右伸左降，尽可能的把我们的手幅度变大，这么去做。
整个人在做的时候，身子是在旋转的，就这么去做99下。我们的方向是一直固定的，而不是说顺时针多少下，逆时针多少下。只要记住右侧往上走，左侧往下走，记住这个右升左降就可以了。慢慢做着做着，你逐渐的要感觉到你的腰和腹这个里面发热，而且呢，做着做着，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个小太阳从下往上这么升起来，额头后背会发热。每天这样做，一般来说，推荐大家的时间就是在饭前。饭前我们去做99下就可以了啊，做到99下，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发热，里面感觉热乎乎的就行了。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会热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摩擦。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其实本能之间，你里面的5什么6什么，它们之间就会进行一个相互的摩擦。那么在摩擦的时候，你看手在摩擦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有热量。同时呢，里面有热量，热量从里面向内而发，所以一会儿额头、后背、脸颊都会热。这就是今天教给大家的大揉腹法。咱们特别是很多朋友在夏天，有些朋友啊水气比较重的，或者是寒比较重的，你就可以这样。每天都这样做一做，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希望大家收藏起来，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腿被誉为咱们的第2颗心脏，我相信这句话很多朋友以前看一些电视节目当中甚至短视频当中都听过这句话。但是真正了解的并不多。我们讲的小腿为什么重要？首先，我们从第一个层面来讲，你的跑步、你的走路、你的蹦跳都离不开小腿。小腿它发力了以后，才能让我们整个人往前走，有一个推进能力。其次的话呢，就是小腿当中它穿行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进字开头，后面带一个麦字。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小腿它结构比较特殊2个肌肉一收缩，这2个肌肉叫做腓肠肌它一收缩就会压住我们这个小管子，像一个泵一样，把我们红色的水往上去冲，这就是小腿当中的一个结构。所以呢，你会发现小腿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你们自己可以捏一捏自己的小腿。如果你的小腿捏起来，它的感觉是比较有弹性的感觉还是比较有质感的，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你的状态是比较棒的。反之，如果你的小腿就这样自己去捏一捏，松松垮垮的，一摸起来就感觉软绵绵的，没有什么质感。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的这个泵它可能的工作的状态并不是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那么它不理想呢，那我们这里的压力会不会变大？那一样会变大的。所以呢，小腿这里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怎么样把小腿给练好呢？其实非常简单，小腿的锻炼很简单的，我们要从2个层面来说。一个就是要去练，把它练得更强壮，让它这个泵它能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第2个呢，就是要去松要把这个小腿因为它经常走路，我们平常不怎么关注它，你会发现小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要去把它松开一练一松，一张一弛，这样结合在一起，你的小腿就会棒棒的。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动作的演示。小腿的锻炼其实非常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的肚子千万不能挺出来我们要把双手抱住腹部，把腹部向内收，像我这样，看到变化没有双手抱住腹部，然后把我们的脚，你看左右颠颠起来以后，利用我们的腰胯的力量转向一侧，就这么去颠，每天去做。刚开始做的时候，可以一手抱腹，一手扶墙，扶着墙这样去锻炼。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就保证了什么？我们的一个安全性。在练习到后面的时候，你感觉这个动作练习稳了你看我们每下抬下来的时候，慢慢的抬起来，慢慢的落下。当你感觉稳定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练习除了小腿以外，我们还要练习勾脚每天没事的时候把脚往上勾为什么要练习勾脚这个动作呢？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他有一个问题，他这个走路的时候往往他的这个脚是勾不起来的。你看，比如说我去迈一步，迈出来以后，这个脚是搭拢着，即便腿能抬上来，但是脚是搭在下面的。
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走一些有一些门槛比较高一些的，他就是感觉腿抬起来了，但是脚一下子没勾上来，这个人一下子就怎么样跌倒了。这一跌倒你就麻烦了。记住咱们已经不年轻了，这一跌倒很多人一躺都是1年。在躺的过程当中，肌肉有个原则叫做用进废退，什么意思呢？你用它就会进步，你不用它就会退步。小腿也是一样，躺着躺着，你这个小腿就会越来越软，就像小海绵一样软绵绵的。你再想下来走路，走2步就特别的费劲，康复起来又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练习小腿的时候，双手抱腹然后呢，我们要保证它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安全性，进行左右的一个交替的这么颠慢慢去做，不要急着很快。然后再练习我们抬脚尖的一个能力，把脚尖往上抬，在抬的时候能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脚尖是抬起来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走路的时候容易被绊倒这样的一个风险。最后呢，我们可以把2个动作结合起来，怎么去做？双手抱腹，然后你看，踮脚、抬脚转一侧，然后再踮，再回来，抬脚转，再踮，再抬脚这么去做的话就很简单，是不是？每天把这个平行步你看做起来，把脚这么一抬就非常好，小腿也锻炼了，我们的前侧也锻炼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腿锻炼动作。那么讲完小腿的锻炼以后，咱们还要去松。锻炼和松的比例大概是2:1，就是说你锻炼2天，松1天，1周松个3次就可以。怎么去松呢？记住一个词，叫做承山承山一个穴。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教大家怎么去找承山，大家接着往下看。承山这个点位非常好找，咱们把4个手指往下去摸。触摸到我们的内足踝，你看这凸起的，明显凸起的我们内足踝的上缘，触及到它以后呢，把我们的手你看往后这么一转，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承山。看一下，在活动的时候，明显它是处于这个分界线的一个中间你看手往下摸，摸到你的内足踝，摸到它以后，大拇指往后一绕。摸到2个腿的中间，这个点就是我们的承山你看这么一绕，摸到它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手，你看把它这么一握，握紧了，握紧了以后，把这个大拇指点进去，点到我们的承山里面，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把我们的脚就这样绕，点进去以后，把脚这样绕，转圈转上多少圈？转上一个10圈、20圈，然后反过来再转。那么就在转的时候，就把我们腿上完全给它松到了。这一练一动的方法，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小腿完全打开。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坚持一个7到14天左右，你会发现小腿的肌肉慢慢的就结实了。再去捏一捏，不会像之前那么软绵绵的。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讲的也是比较细致的。大家感觉讲得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视频点上一个赞，把它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